就这样，一直到了1月20日，漂亮国宣布末日已经爆发了20天。由于全球力量有限，每个人都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寻求生存。我看着手机嘿嘿一笑，这个消息既然提前了这么久，看来因为我重生，改变了很多因果。这漂亮国还是一如既往的损人不利己啊！这消息一出，恐怕全世界都要乱套了。楚凡，刚才的信息是真的吗？真的世界末日了吗？我们还能不能活下去了？你有金砖吗？有啊，这2天有好多人用金砖找我换胀气的鸡腿，1斤金砖换1个胀气的鸡腿。你问这个干嘛？乔乔，你这不是没事找事吗？你说你没事换这玩意儿干啥？楚凡知道，要不了多久，鸭国的生存基地就会全球招人，他们除了金砖，啥都不要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一则来自羽毛国的黑客消息，如同黑暗中的一线光明，再次传到了全世界所有幸存者的手中。羽毛国现在已经成为全世界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土地。羽毛国已经展开防紫外线大棚工程，西伯利亚加上北极圈内的土地足以养活5亿人。北极圈内白天平均气温只有35度，贝加尔湖的湖水现有的存水量更是足以供给5亿人喝100年以上。现在只需要每人缴纳10斤的金砖，就可以永远在贝加尔湖生存基地活下去。金砖成为人们活着的唯一希望。这条消息一出，一瞬间就燃爆了全世界。懵逼的西山别院业主们也一脸懵逼。我怎么就这么嘴馋？贪了一辈子钱，竟然因为肚子饿，用10斤金砖换了10个破鸡腿，这他妈竟然是生存基地2个名额啊！谁知道那个网名大乔小乔到底住在哪里？我换了40斤金条，如果有人找到他，我出20斤作为报酬。老板，我不换了，你把黄金还给我好不好？位置在哪我不确定，但是我是2栋的。我看到无人机是从1栋的别墅飞出来的，你们要金砖的赶紧找他们，他们跑到羽毛国了就来不及了。我说怎么那么好心换我金砖？原来你们早就知道金砖有用啊，真替 M 丧良心啊！他们还有余粮，我猜就在1栋那个建材仓库里，因为我在12月末看到很多拉着物资的车进了那间仓库，当时我以为是建材，现在想想肯定是食品物资。他们所提到的大乔小乔是乔乔的小号，而乔乔恰好用膨化的食品换了一些金砖。我也不知道换一点点金砖会变成这样啊，现在怎么办啊？好好在家守着，有我在你别怕。业主的行动效率之高令人啧舌，不一会儿，一群人就将我的别墅围了起来。里面的人听着，交出所有物资，交出所有金砖，我饶你们不死。我直接来到2楼，挑人最多的地方就是一炮，噗，一声爆响，5米范围内的人直接被清空。看到这一幕的人懵了，这还这么大？这可是华夏国啊！你有个枪我还能理解，你他妈居然还有炮！喂！一群人赶紧撒腿就跑，这还要啥金砖啊？有命活着都不错了。不一会儿，这件事就在群里传开了。楚凡这个杀人魔家里竟然特么的有炮，一炮崩死了100多人，重伤数不胜数。这都是小事，他竟然有 AK-47，1分钟就突了800多人，受伤的不计其数，简直是毫无人性啊！昨天楚凡离开1栋以后，1栋就爆炸了，我严重怀疑就是楚凡炸的，他把屋子炸了都不分给咱们，实在是太丧心病狂了。楚凡不除，西山别院永无宁日。昨天在收拾完这群小卡拉米后，我直接去了乔乔的家，把乔乔那2000万的物资收到空间之后，便在乔乔的别墅里放了一个红外线引爆小南瓜。我觉得大家应该团结起来，楚凡残暴不仁，嗜杀成性，早晚有一天他会嘎了我们所有人，这种人人人得而诛之。乔乔看着群里众人挤兑楚凡的信息，不免有些担心。楚凡，咱们好好的在家待着不好吗？为啥你总惹事啊？万一天灾提前结束，那可怎么办啊？我惹他们了吗？无论是郑大海还是王贵芬，都是他们先找我麻烦的，我这是正常反击。你惹任何人了吗？不是还有那么多人抢你物资吗？你要记住一句话，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自己的残忍。听到楚凡的话，乔乔点了点头。是啊，被闺蜜出卖，还带人抢了我家，现在社会这么乱，确实不该再有仁慈之心了。就在这时候，一道好友添加申请从微信里跳出来，我果断同意。楚凡你好，我是秦碧轩，加到我，你是不是很开心，而且很激动？我很理解你现在的心情，能加上我微信，你应该感觉到荣幸。这哪里来的傻逼？你是哪位啊？有什么事吗？没事的话我就删了。我看着这种高高在上的人，心里就非常反感，这种高高在上的态度让我很不爽。楚凡，我家快断粮了，我看业主群里大家说你有100亿物资，你一个人也吃不完那么多，我可以高价跟你买点，而且我还可以跟你合影签名。合影签名？这不是脑子有水吧？你家有水吗？有水的，我家住在4楼，我很节约用水，你要是需要水，我也可以跟你换，1瓶水换1根火腿肠就行，你不亏的。有水多喝点，然后撒泡尿照照你自己，我凭什么卖物资给你？我100亿物资都有，我差你那点钱。发完信息我就上网查了一下，秦碧轩2029年生于黄海市，4小花旦之一，身高162，体重96，主演我不是死神6、末日饥寒3、流浪月球8等等，清纯淑女派，出道5年，从未有过任何绯闻，
楚凡，我相信你也知道我是谁，我也不多跟你废话了。你的聊天记录我也截图了，如果你不想被网暴，那你现在赶紧送来1箱火腿肠、1箱泡面给我应急，我会给你钱的，我不会让你白忙活的。我看着秦碧轩发的信息笑了，给我玩，你还嫩了点，别呀，大明星，我可受不了网暴，求求你放我一马，我这是有眼不识泰山，你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原谅我一次，这是我最后的6万，你要吃什么赶紧自己去买，我真的好怕网暴啊。说完我还发过去一个大大的红包。你的心意我领了，快点给我送来1箱方便面、1箱火腿肠，这样我就不网暴你了。你这么牛，快去让王校长儿子给你送吃的呀，你可要抓点紧了，要不然大明星可就要变成大黄星了。对于这种人，我实在是没有聊天的心情，以为自己是明星就觉得自己高高在上，在末世最没有价值的就是这些明星了。3天饿9顿，谁还有心情看你们表演啊？我刚打开加密 U 盘，准备研究一下水稻的培育，结果就听到手机彩铃不断响起，我直接接听。楚凡，你快点给我女神秦碧轩送点吃的去，她要是出事了，我今晚就去你家照顾你。你女神正在我家吃饭，她都饿疯了，吃了8碗大米饭，她都吃撑了，我不让她吃，她还要吃。说完不等对方问候我就直接挂断电话，然后把电话设置成办公模式。呵呵，你既然网暴我绝对让你知道花儿为什么这样红。最后在我1箱泡面换1个手指头的奖励之下，秦碧轩最终因缺乏药物导致感染，最后也含泪而终。他永远也不知道他惹了一个什么样的人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乔乔的手机响了，乔乔拿出来一看，差点激动地跳了起来。末世快1个月了，乔乔的哥哥乔峰杳无音信。乔乔，你还好吗？你现在安全吗？哥，我没事，是楚凡救了我，我住进了楚凡的安全屋，现在很安全。你那里情况怎么样？乔峰前段时间工地发生抢劫，一群来历不明的人要抢他们的物资，结果就打了起来，导致几个兄弟去了黄泉路。重情重义的乔峰不忍心独自离开，乔峰怕乔乔担心，就一直没有联系乔乔。今天联系乔乔，一是担心乔乔的安危，二也是他们被围在工地，物资已经不多了。哥，你给我发个位置，我给你送点东西过来，现在外面很危险，这东西对你肯定有用。乔乔把乔峰的事给我说了一遍，以前是好兄弟，未来是大舅哥，这大舅哥都遇到困难了，不帮也说不过去啊。乔乔把2把 MP500发小拇指挂在无人机上，按照乔峰发的地址飞了过去。乔峰接到东西瞬间大喜，这可是解了他燃眉之急。乔乔，这些东西你哪弄的啊？你自己留着防身啊。哥，没事的，楚凡最不缺的就是这玩意儿，他连反坦克火箭炮都有呢。那哥也就不担心你了，要是楚凡没对象，你可得抓住机会了。你不知道外面都什么情况了，隔壁工地做饭的50岁的老大妈他们都不放过，要是被他们抓住，你还不如嫁给楚凡呢。乔乔手机开着扩音，这一切都被我听在耳朵里。这大舅哥还挺识时务的。大舅哥，既然你这么说了，我给你1门炮就当是我送给乔乔的彩礼了，缺啥少啥跟我吱一声，别不好意思，以后都是一家人了。从仓库拿出1门大炮，外加10发炮弹，挂在无人机上，直接送到了我大舅子的工地楼顶。虽然乔峰是我的大舅子，但是我还没想让乔峰住进我的安全屋，只因前一世我大伯为了资产害死我的父母。末世人性更难测，所以我现在不相信任何人。楚少，妹夫，你那有酒精、纱布、抗感染的药吗？我这挺乱的，缺这些东西，要是有晒伤膏那就更好了。大舅子也是第一次当大舅，还没反应过来，我对乔乔说道，以后大舅子要啥给啥，要是我大舅子让人打了，那不是丢我楚凡的脸吗？随后又用无人机挂了一大袋子医疗物资给乔峰送了过去。当乔峰接到物资的那一刻，震惊的老狼落泪。我怎么就不是个女的呢？有钱人出手这么阔绰吗？给枪给炮比医疗物资，我的爹啊！你怎么生我的时候不注意点呢？也不知道我这妹夫喜不喜欢男的，要是喜欢，我感觉我也不是不可以。此时的乔乔彻底被我的超能力折服。果然有钱人的世界，哪怕是世界末日了，生活依旧那么朴实无华，平易近人呐。不远处人潮涌动，2辆卡车经过改装后已经安上防护板。方倩面色阴狠地看着我的安全屋。楚凡，你把我耍得这么惨，既然放我几次鸽子，我抓到你绝对活活嘎了你，给我开足马力，给我撞！随着方倩一声令下，12辆卡车油门加满就撞了上去。咚！接连不断的撞击声从响，这让外面所有人都破开楚凡的大门，似乎也不是不可能的事啊。我假装很害怕，对方倩大喊道：“方倩，我求求你不要再撞了。”继续撞，在撞开前谁都不要停，也不要靠近楚凡的大门太近，楚凡嘴里绝对没有一个好屁。方倩吃了几次亏后，脑袋也升级了，我也只能改变策略。于是我拿出无人机，载着小南瓜，专门飞到人多的地方扔。随着一声声噪，西山别院别墅区火光冲天，惨叫连连。倩倩，咱们还是快走吧，这个楚凡他没人性的，咱俩好好的回郊区面条厂吧，那里虽然没电没网，但是咱俩这辈子吃喝不愁的。方倩很明显也不知道我有这么猛的武器，吓得拉着周鹏就往家跑。楚凡的家我是再也不会来了，老子车都撞3架了都撞不开，找楚凡的麻烦还是交给有坦克的老铁们吧。
不想活了还是跳楼吧，去找楚凡就是徒增痛苦。虽然我每天待在家里很安全，刚开始还没觉得，后面越来越觉得无聊。空间里飞机坦克都有，这么好的资源，我要活得更加潇洒。于是我在群里艾特全体成员，招聘会开飞机的。在我管吃管住的高福利待遇下，终于有人加了我。你会开飞机吗？不是太复杂的飞机应该会开，只是我只有39小时的试驾经验，我没考下来飞行证。林文雅简单的回答道。我看了林文雅朋友圈，确信她是飞行员后，就给她安排了住处。毕竟是末世，所有技术员都被官方转移到了安全屋，现在能找到的也就是这种实习生了。接下来我又在群里发布任务，同样的待遇，寻找一位会开船的。楚凡，你找飞行员也就算了，你找船长做什么？难不成你真有航空母船啊？有啊，我连洲际大男孩和小男孩都有，你信不信？你就吹吧，洲际小男孩，那玩意你花钱都买不到，赶紧说实话。当然是体验一下水手服的快乐，你又不愿意穿，我当然得找人穿了。我心里正开着车，就在这时候，我的手机响了，有一个人添加我为好友。楚总，我叫拓跋清，我有一个朋友，他有一艘500吨的渔船，但是他已经出海，我不确定他现在有没有回到黄海港口。拓跋清是个小侦探，这情况说实话，他就是黑了一些网站，自己都不确定真假，都是他黑到的资料。说说具体情况，你要是说的有用，我给你一箱火腿肠。楚总，我那个朋友有50年航海经验，你完全不需要考虑他的操作水平，我可以给你个电话，你试试。我粘贴那个电话号码，直接打了过去。1秒之后，电话接通。Lin， 你是谁？你好，我叫楚凡，请问你会开船吗？我没时间跟你废话，我的船现在无法靠岸，你能联系到官方海警吗？快帮我报警！你这个电话是这20多天我接通的第一个电话。由于太阳黑子爆发，导致电子设备失灵，船在海上失去了方向。我就是官方黄海市海事局的，给我个坐标，我现在就去救你。随后，我带着飞行员在空间取出飞机后，直接到了坐标位置，然后把他们救了出来，带到了公司，让吴用给他们安排好住处。就在我转身的时候，飞行员白苗水脖子的那个白玉玉牌传来一股寒凉。白苗水拿出来一看，上面出现一行小字：黄海异象，蛟龙吸水，时隔1年，转年寒冬。这只是我们白家世代相传的一个远古传说，这要是真的，那也太扯淡了。华夏国的庇护所人满为患，好消息是华夏国研制的抗紫外线大棚工程已经开始启用，这样未来生存下去的概率大大增加。我回到家之后，就给拓跋清发去了消息，把你地址给我一下，你给我的消息很有用，我给你奖励一箱火腿肠。守了一天的拓跋清突然看到这个消息，嬉笑颜开。楚总，我在2栋3单元438号，我这就开窗户等您。我从厨房搬出一箱火腿肠，放在无人机上，直接送了过去。楚总，以后有什么需要可以找我，我是个私家小探探，手头上资料不少，只要是你想调查的人，我保证把他裤衩颜色都能给您查清楚。我看了一眼手机，没想到还有意外收获，于是给拓跋清发了一条信息：你能不能帮我找个会用洲际小男孩的人？只要会用洲际小男孩就行了。这特么是故意耍我的吧？我就是一个小侦探，我又不是国际黑客，这种人我去哪给你找啊？再说这种人早都被官方收进庇护所了。如果你能找到，我可以给你提供包吃包住，并且绝对保证你的安全。在我绝对的实力面前，拓跋清决定冒险一试。以前是法治社会，黑官网是要进去才缝纫机的，现在官方都摆烂了，黑个官网应该没啥事吧？就这样一直过了1个星期，就在我实在无聊的时候，拓跋清发来了消息：楚总，给您查到了，颜如玉，今年21岁，他继承他爷爷颜青山衣钵的可能性极大，现居京都东城以东郊外806号。颜如玉，2032年生，京都市人，从小被爷爷颜青山抚养长大，颜青山对其呕心沥血，希望其能成长成为华夏国下一代洲际小男孩设计师。颜青山华夏国2040年洲际小男孩首席设计师，2045年患阿尔兹海默症，至今未愈。由于儿子骄横跋扈，酒后打架，导致3人死亡，于2038年剥夺其权利终身，导致一家人失去进安全屋的机会。乔乔，我出去找一个人，要是有人过来捣乱，直接突了。你又要去哪啊？方不方便带我出去逛逛？天天憋在家，都快憋死了。我今天是出去办事，又不是逛街。再说现在外面啥也没有，你出去给别人送人头吗？我的话把乔乔吓得一缩脖子。安全屋待久了，以为还是以前法治社会呢。我带上飞行员林文雅，在空间取出飞机后，直接去了京都8环郊外806号。屋里有人没？没人，我可烧房了。你是谁？我家里没有余粮了，而且谁也快喝光了，已经没有东西让你抢了。华夏国小男孩发射组组长楚凡，特邀颜青山老先生回官方。听到楚凡的话，颜如玉藏在背后的菜刀掉在了地上，此时他的眼泪止不住的往出流。这个月他和爷爷是怎么活过来的，只有他俩最清楚。爷爷，快出来，官方没有忘记我们，官方来人接我们了。你说什么？要吃官饭了吗？很明显，颜青山的脑子已经不好使了，我只能把希望寄托在他的孙女颜如玉身上了。颜如玉小姐，颜老爷子现在这情况，已经没有发射小男孩的能力了吧？我想问一下，你会不会发射小男孩？
道理我都懂，理论上我也会，爷爷从小就教我这方面的技术，可是我也没见过真的小男孩呀。我现在就是在纸上谈兵，我也不知道我会不会发射小男孩。我一听觉得应该酒吧不离10了，于是带着他爷俩回到了吴用的公司。老前辈，这里是黄海市官方庇护所，华夏国的洲际小男孩在什么地方？你是哪个国家的间谍？我是不可能出卖华夏国的，我绝对不会告诉你，京都北郊大洋山底下就有3枚的，还有13陵的地下有1枚，京都大峡谷有2枚，西北的敦煌窟有8枚。爷爷，不要再说了，他不是官方的人，他是敌特，你再说下去，华夏国就要BBQ了。经过颜如玉的这一嗓子，颜青山似乎清醒了不少，挠了挠头，看向我问道：“那你是敌特吗？”我当然不是，我可是华夏国小男孩发射组组长，我的任务就是听你把这些说完，你继续说。就这样，颜青山说了好几个小时，从自己的英勇事迹、制造小男孩的困难，到被外国势力高价收买，曾经被外国雇佣兵暗杀等英勇事迹说了一遍。老爷子说完，我打开手机，把颜如玉的资料扔了过去。颜如玉看到这手机里的资料，瞬间泪如雨下。就因为我父亲是杀人犯，我们就被官方 pass 了。我爷爷明明有那么多功劳，就因为他老年痴呆，全盘否决了。你也不用那么难过，人活着就是要有价值，才能活得更久。对官方来说，你们已经没有价值，但是对于我来说，你们还是有价值的。你不会是想发射小男孩吧？你知道这是什么行为吗？你这样做，我们所有人都得嘎。我又没让你往华夏国发射小男孩，你就往富土山发一颗就行。地球都这么热了，我不得给地球降降温啊。富土山上火山众多，前一世的第2年，一颗小行星撞击漂亮国，导致地壳运动，小日子国火山喷发，火山灰冲上平流层，阻挡紫外线照射，地球的温度保持在60度以下。我这只是稍微提前一点，给华夏国和老百姓争取时间，我这也是为全世界做好事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别说我没有发射过小男孩，我就是真会，我也不会干。别废话，干或者嘎。现在我给你3秒时间考虑。这事我绝对不干，就算你开枪毙了我，我也都不可能。你想要我发射，那你得包吃包住保我安全。我一阵无语，我特么差点都开枪了。你说话能不能不这么大喘气？我带着颜青山和他孙女颜如玉来到公司后，颜青山把关于小男孩的收藏地点全部告诉了我，而我找了一个离我最近的，一路奔向太阳山小男孩基地。今天这个小男孩必须在富古山开花，我要提前结束这小日子国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我的手机响了。楚凡，不好了，关心河不知道在哪儿弄了2辆油罐车，他要烧了咱们房子。瞧瞧，别怕，咱家都是钛合金的，隔冷隔热，内置航空板材，烧不着的。楚凡，不是你想象那么简单，关心河好像抢了一个农药厂，他把落叶剂兑进汽油里了，这要是烧起来，几个月怕是毒性都不会消散。秋雨姐说落叶剂燃烧会产生大量的二恶英，很容易造成不孕不育的。这他妈是疯了吗？比起给地球降温，还是人类的延续更重要一些。真是不怕牛虻会打架，就怕牛虻有文化。乔乔不要慌，你等我回家再说。于是我赶紧操控飞机返航。此时我的大门口，关心河正带着一群小弟指挥着油罐车和落叶剂。都给我对好了。楚凡这个小可爱，他以为他躲在乌龟壳里，我就没办法了。今晚我就毒嘎你们，明天我就撬开你家大门，我看你到底怎么跟我关心河玩。还要多久才能对完啊？快了大哥，最后几桶对完了就可以往楚凡家4周喷洒点燃了，2车汽油，2车落叶剂，绝对能毒嘎楚凡这个乌龟小可爱。乌龟小可爱骂谁？乌龟小可爱骂你。哦，我听到了。而这时方倩扯了扯关心河的手臂说道：星河，他骂你是乌龟小可爱呢，你没听出来吗？哟，还有这么聪明的人呢。答对了，这是我对你们的奖励。说完这句话，我端着 MP 就是一阵扑突，直接让这群人领了盒饭。关心河也是开了3枪，不是打空了，是我开启了空间，把子弹收空间里去了，任何物体都可以收进空间，远程攻击对我来说那是无效的，这让关心河一脸懵逼。开枪啊，照着我脑袋开。你知道什么叫天选之人吗？花生米看到我都得躲着我。我一句话给关心河整懵逼了，这种事他只在漂亮国的一部电影上看到过，这特么也太离谱了吧。关心河不信，拿起他手里的沙漠之鹰，瞄准身后方倩的脑袋，于是结果一枪打得方倩去了西北。方倩做梦都没想到他会是这种嘎法。自此海王方倩出局，看到方倩被打的犹如被大锤一锤子砸飞的西瓜一样的头，关心河完全不敢相信眼前这一幕是真的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楚凡，我要嘎了你！关心河确定自己的枪肯定没问题，然后疯狂的冲着开枪，可是还是没用，根本打不着。怎么样，这回信了吧？我可是天选之子，花生米这玩意儿对我没用。关心河看着自己手里的沙漠之鹰，一脸的难以置信，这简直太匪夷所思。难道楚凡真的是天选之子，花生米都得绕着他走？这 TM 的也太扯淡了吧！滚蛋吧，以后别让我看见你，下次我可不会饶过你了。你真的放我走？我现在就滚！关心河一脸懵逼，然后撒腿就跑，而我拿出弓箭，对着关心河的大腿射了过去。我是跟你开玩笑的。我没管嚎叫的关心河，拍了张照片，直接联系郑舒雅。郑舒雅，
给你个好任务，把这家伙带回去折磨9983天，每天给你1斤大米，1瓶罐头，能不能干？能干，我现在就去。接回去注意点，别把他弄嘎了。他要是嘎了任务也就结束了。给你10斤卡莱罗娜嘎神辣椒面，消炎药、抗感染药管够。你在家陪他慢慢玩，每天8小时，记得上下班给我打卡。看到这消息，郑舒雅开心极了。这关心河可是末世后的铁饭碗啊，谁抢到谁就吃喝不愁啊。收到，保证完成任务。而我回到了吴用的公司。吴用，先给他们准备1桌子饭菜，让他们吃个饱饭，然后给他们安装一个好点的电脑，单独安排个房间，生活标准按技术员待遇。如果他们有问题，马上联系我。好的，老板，我这就安排。说着，颜如玉的肚子就咕噜噜的响起来了。吃吧，干得好以后顿顿大鱼大肉，你想吃什么都有。反正我都被官方抛弃了，那就只有证明自己有价值，才能活下去了。颜如玉咕咚咕咚一顿吃，她真是饿坏了。你俩住一屋方便吗？不方便，我可以给你们单独分开。挺方便的，我爷爷已经老年痴呆了，在家我们也住一起，这样还方便照顾一下我爷爷。小男孩，我有灵感了，快把纸给我。抱歉，我爷爷老年痴呆，现在的事总是忘记，倒是以前的事他记得很清楚，我也不知道他说的是真是假。你们放心，他不会动手，也不会骂人的，就是自己写写画画，从不打扰别人。没事，我就是看看，不会打扰你的爷爷的。你去洗个澡吧，浴室里有水的。一听可以洗澡，颜如玉很开心。这1个月别说洗澡了，喝的水都没有。这楚凡找人看似找的都是貌美如花，可是仔细想想并不是这样，送过来的人都是有技术的。这次又来了2个小男孩设计师，这楚凡是要起义吗？把颜青山和他孙女颜如玉安排到吴用公司后，我就立刻回到了家里。刚坐下就收到了一条短信：楚总，我有一份资料，您一定有兴趣。这是您12月份的各个国家出入境记录，羽毛国与漂亮国正在调查您，不过由于天灾，始终没有决定性的证据。此次调查一共涉及千万人，在12月份先后去过羽毛国、漂亮国以及华夏国的，其中有您一个。看到这条短信，我瞬间坐起。你竟然敢暗中调查我！我顿时警觉起来，如果自己的事情被调查出来，那接下来就麻烦了。漂亮国要是知道我偷了他们的军事基地，那还不得往黄海市扔小男孩啊！我确实调查过您，毕竟您的预判性已经超越了全人类。不光羽毛国、漂亮国在查你，华夏国官方也在调查您。你100亿物资丢失引起了上面的关注，不过暂时而言，他们没有找到任何实质性的证据。我并不知道您在羽毛国和漂亮国到底做了什么。羽毛国和漂亮国关于这份文件的设定都是 SSS 级机密，虽然我不敢碰他们 SSS 级机密文件，但是从千万被调查者中修改您的身份登记信息，我还是能做到的。那你想要什么？楚总，我只想要个安全的住所，然后有口饭吃就行。你现在收拾东西去别墅区206号，找一个叫吴用的，到那儿就说我让你去的就行了。不过别给我耍什么花样。谢了楚总，从今以后有事您一句话就行，赴汤蹈火，万死不辞。你很聪明，既然你调查过我，那你就知道我楚凡的诚信。好好干活，干好了有奖励，干得不好，你也知道我楚凡的手段。楚总，您放心，现在没有任何一个官方的国家完全查到您头上，我只需要更改你的登记信息，一时半会儿是不会有人发现的。毕竟这次调查是跨国的，各国官方数据并不统一，国家与国家之间信息不同步，谁都不想让其他国家知道自己国家的秘密。我会篡改你的身份登记信息的，至于具体能瞒多久，我不敢保证。如果有问题，我会第一时间向您反映的。果然这世界就没有不透风的墙，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只要做了，早晚都得露馅。按照你的方式做吧，有情况提前通知我，让我也有个准备时间。好的，楚总，你要相信我的专业，只要钱到位，玻璃全干碎。这个楚凡也不知道在隐瞒什么，他去哪里就丢东西。漂亮国东北几个州丢失的物资加起来都得超过万亿了，怎么运走的？难不成楚凡还能有个可以把贝加尔湖都装进去的随身空间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，这特么只有小说上才存在的东西，这都2050年了，我得相信科学。看着桌子上一份调查楚凡的资料，拓跋清陷入了困惑迷茫之中。楚凡，男，2030年7月19日生，现居住黄海市。2046年父母车辆失控撞下高速身亡，继承楚氏地产60%的股份，市值60亿。2049年12月2号，楚凡把股份以15个亿卖给大国楚豪。2049年12月3号，购买家和房产中介推行半价全租房，成为官方重点调查对象。2049年12月27号，京都、黄海市接连丢失大量物资，总价值超过1000亿华夏币，原因不明。2049年12月29号，报警称丢失价值100亿物资，待调查中。2050年1月1日，太阳黑子爆发，官方人手紧缺，对楚凡调查暂时中断。2050年1月14号，官方提供安全屋进入名额被拒。哎，
算了，还是先收拾收拾，去找吴用吧。我在家反反复复地翻看着拓跋清的朋友圈，全是各种调查广告，确定这家伙确实只是个狗仔加黑客，应该威胁不大，于是给吴用打去了电话。吴总，把拓跋清的伙食调整到船长级别，并且严格监视他，如果有不对的情况，马上向我报告。好的，老板，这事交给我，你放心。老板果然不能用寻常眼光看待，他带回来的人就没一个简单的。就在这时，郑舒雅发来今日打卡，我看着关心河被折磨的惨状，满意的点了点头。再接再厉，别把他直接弄死了。说完这句话后，我打开账本，把李武、王桂芬、周凯华、冯家瑞、方倩、关星河这些已经出局的人的名字划掉。这些人都是前世冲进我家抢走了我的物资，或者是参加残害我父母的凶手。这一世我要让他们生不如死。剩下的就是我的大伯一家、李莹一群人，还有西山13太保了。跟自己有仇的就大伯楚豪一家了。李莹和西山13太保只要不招惹自己，他们爱怎么玩就怎么玩。此时楚氏集团办公楼里，天儿，情况怎么样？咱们的物资还能维持多久？楚豪这个月过得非常不好，不知道为什么官方非要调查他，是不是跟丢失1000亿物资失窃案有关？楚凡丢了100亿物资，你怀疑我还算正常？他们的黄海市丢的物资也他们算我头上，我要有那么多物资，还用得着躲在这里喝粥？爹，想开点，咱们这情况不错了，咱们手里的物资还能坚持10天，没准10天以后灾情就结束了呢。楚豪站在窗前，看着外面狼藉一片的黄海市。曾经他本想趁着楼价低迷的时候称霸黄海市，结果现实这一顿啪啪啪的大巴掌，抽得他想死的心都有了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楚豪的电话响了。喂，哪位？有什么事？你是不是楚凡的大伯楚豪？楚凡欠了我们坑爹了吗？5个亿的物资，你告诉楚凡一声，5天内把物资备齐还给我们，这件事就两清，要不然我要你们楚氏家族全族祭天。他们的楚凡，你到底怎么想的？你管坑爹了吗？借高贷，紧急联系人填我们，这是人干的事吗？天儿，怎么办？5天5个亿物资，现在这情况就是把我这老骨头拆了，我也凑不出来啊！一瞬间，楚豪仿佛苍老的犹如一个100岁老人。世界末日生存已经很难了，为什么大家同样是末世开局，我土豪的游戏难度这么大？我土豪他妈的招谁惹谁了？楚豪黑着一张老脸，看着自己的7458钛金手机骂骂咧咧，一时间他也不知道这件事到底要怎么解决。这要是末世前，楚豪有1万种方法让楚凡把钱还上。爹，你打个电话问问楚凡吧，毕竟钱是楚凡借的，也许坑爹高贷的钱他也不敢不还呢。楚天也没想到好办法，都不想理楚凡。这2个多月烦心事太多了，现在只能问楚凡了。电话刚接通，就听到大伯满嘴的虚伪：“小凡，我是大伯啊，最近过得怎么样？缺不缺吃的？大伯给你送点去。”我一看是大伯的电话，就知道他们肯定没憋什么好屁。大伯，快来救我！我已经3天没吃饭了，我就快饿嘎了。懵逼的楚豪拿着手机，一脸懵逼。以前楚凡要是饿死了，他绝对很开心。可是现在楚凡如果饿死了，那他怎么还坑爹贷的物资？天儿，这什么情况啊？我听说楚凡丢了100亿物资，难道他真的快乐死了？爹，你别着急，我先问问王晴那个小烧杯到底什么情况。王晴是方倩的闺蜜，以前一直住在一起，对楚凡跟方倩的事一清二楚。方倩嘎后，王晴靠着楚天这个靠山活到了现在。晴晴你在哪呢？我听说楚凡快要饿死了，这是真的假的？王晴看了一眼手机，然后满脸恨意的回道：就算全世界的人都饿死了，楚凡这个王八蛋都不可能饿死。你突然打听楚凡干什么？什么情况？跟我说说。楚凡欠了坑爹了吗？高贷5个亿的物资，要账要到我这了。楚凡不是说自己丢了100亿物资吗？难道他还有物资？你信楚凡的话，都不如信一条狗不会吃屎。楚凡盖了30亿的安全屋，炮弹都打不透他的肛门。楚凡天天在家里吃海鲜帝王蟹，喝82年的咖啡，而且家里昼夜通明，还有大冰块降温。就算所有人都饿死了，他也不可能饿死。爹，你跟楚凡说你要给他送吃的，如果楚凡说的是真的，咱们就骗他把大门打开，然后抢了他的安全屋，把5个亿物资还给坑爹了么高贷，剩下的足够咱们吃到死了。楚豪一听楚天的办法，觉得可行，点了点头，就继续对我说道：小凡，你别急，大伯这就带物资去救你。大伯虽然也没多少粮食了，可是你父亲死了以后，我就跟你弟一样，大伯现在就过来。楚豪和楚天赶紧带着手下，顶着60度高温上车。楚天4人来到别墅区，看到楚凡那30亿盖的钢铁堡垒，4个人震惊的同时咽了一口口水。拿1箱方便面，咱们过去看看情况，只要楚凡一开门，你们就立马动手。楚豪按了半天门铃，也没见人来开门。天儿，怎么回事啊？是不是楚凡已经死家里了？这么长时间也不过来开个门，这么热的天，再这么下去我就中暑了。我给王晴打电话问问，不行咱们就走。王晴，楚凡到底什么情况啊？他让我们来，然后又不开门，他是不是饿死在家了？你们回去吧，楚凡不可能开门的。我和方倩都去3回了，除了晒太阳，怎么敲门他都不会开的。他
他就是故意耍你们呢，让他开门根本不可能。爹，咱们先回去吧，楚凡就是耍我们的，回去后再想办法吧。我在屋内看着4人要走，就赶紧把大门打开。4个人看着突然打开的大门，一脸懵逼，然后迈着紧张的步伐走进了别墅的大门。4个人紧张的连大气都不敢出，冷汗顺着脸颊吧嗒吧嗒的往下掉。外面流传着我是嘎人魔头的名号，他们自然也是知道的。而我趁着他们进了别墅，我从后门出去，剪断了他们的刹车线，然后匆匆的回到了别墅2楼。砰砰！突然2声枪响，2个保镖应声倒地。楚豪、楚天吓得拔腿就往外跑，窜上汽车就一溜烟就跑。楚凡，你干嘛费这么大劲，直接突突了他们，给你父母报仇就可以了。男人的快乐你不懂，我是有能力直接弄死他们，可是那样也太便宜了他们。楚豪、楚天剪断我父母刹车线，害得他们车毁人亡。我这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今天先收点利息，我会慢慢的玩死他们。我刚坐下准备休息，郑舒雅发来了一张关心河的图片。楚总，我最近感觉情况不对劲呢，有件事我必须得跟你说。最近我已经不需要给他上药了，而且他的伤口似乎不会感染，愈合速度也在不断变快。这么快吗？我知道这是基因突变引起的，上一世异能者出现也是在半年以后，现在末世发生还不到2个月，异能者就出现了。前面没杀他的原因就是我知道关心河是个异能者，面对这个末世我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。你要是还想完成任务，现在就把关心河所有牙拔掉，胳膊腿全部砍下来，你帮我看看关心河被砍掉了的手脚，他还能不能原封不动长出来？我想知道的是，人在不断的4G下，人的异能会不会加速觉醒？如果真的可以用4G加速一个人的异能觉醒，那也得想办法4G一下自己的异能。关心河异能提前觉醒，让我坐立难安。我坐在安全屋里思考着未来，拿起本本记录着最近发生的事情。异能觉醒的速度自己必须了如指掌。关心河的1级异能只是细胞再生，至于2级以上关心河没觉醒，我完全不知道。我必须要快人一步觉醒异能，并且聚集一帮异能者为我所用。末世生存基本就是异能者的天下了，游戏的难度越来越大了。而另一边，郑舒雅刚把关心河按照我的要求削成了人棍，破旧的防盗门就被人一脚带开。你是谁？你来干什么？哟，小娘子，长得不赖嘛！我哥哥被你关照这么久了，我是不是也得表示表示？郑舒雅一听是关心河的弟弟，瞬间开枪。经历了这么多，他也变得极为果。砰砰砰，3颗花生米急速地射向关长学，可是关长学却丝毫不慌，扭身正好躲开了3颗花生米的射击，刀也刚好架在了郑舒雅的脖子上。郑舒雅看着管学长这匪夷所思的动作，缓缓地放下了枪。姑娘，你很聪明，看样子你也发现了，这个世界已经开始不太一样了吧？你到底是谁？你想要做什么？找我的好哥哥算算账，谢谢你这段时间对他的招待，看到他现在这个样子，我心里好受多了。关心河与关长学是同父异母的兄弟，因为关长学的母亲是家里的保姆，所以关长学从小就被欺负，而母亲为了保护他也被害死。关长学就一心习武，为报嘎母之仇。我的任务是楚凡给的，折磨他81天，砍断他的手脚，报酬是给我81天的食物。你这报酬也太低了吧，这任务费时费力，就只求换个温饱，你以后跟我混吧，你完不成的任务我来，我懒得做的任务你来，怎么样？你需要我为你做什么？加个微信吧，以后好联系，如果有解决不了事情联系我，我业务很广泛的，只要报酬给到位，什么活我都接。关心河躺在地上痛苦的嚎叫，每天这种折磨比嘎了都难受，但是偏偏又嘎不了。这要是在以前，关心河这种情况早都去见他的太奶奶了。很显然，关心河这是觉醒了细胞再生异能。潜意识，我是在末世1年后才觉醒了空间异能，那个时候基本没吃的了，所以在当时这个异能没有任何作用。而在第3年的时候，我才觉醒2级异能，然后就被我的校花女友嘎掉了。而昨天楚天带着楚豪从我的安全屋跑出来后，一路狂奔。现在的柏油路上没人没车，楚天一脚油门到底，直到在一个大下坡的时候，才发现刹车坏了，在一个急转弯的地方车翻进了路边地沟里，70度的高温路面，汽车油箱直接着火，楚豪当场烤成肉干，而楚天全身被火焰焚烧，但是却没有死。他能感觉到身上的灼烧痛，但是他的心里仿佛有一团火在体内不断的冲撞，撕心裂肺的痛苦让楚天失去理智，然后就看到楚天一把抓起汽车扔了出去。楚天在激烈的刺激下，火系异能觉醒，感受着体内澎湃的力量，楚天疯狂大笑。我楚天，我命由我不由天，楚凡你给我等着。而另一边，楚凡正在给乔乔、梁秋雨等人详细的介绍着这个世界的变化。幸存者大概率5%会觉醒异能，现在的安全屋最多防止3级异能者，按照这一世异能觉醒的速度，安全屋最多还能坚持1年。我现在的异能等级大约是2级顶峰，空间储物和空间感知也不知道以后会不会升到更高的等级。那个，问你俩一件事，你们俩现在有没有一股脑袋要炸裂或者灼烧、电击、冰冻一样的感觉？闭上眼睛试一试。乔乔和梁秋雨闭着眼睛想了半天也没感觉，无奈的摇了摇头。我必须尽快掌握人类觉醒的速度，上辈子是大概1年后才出现第一批异变觉醒，要不然第2年的极寒人类死亡率会更高。
于是我在群里发了一条信息：西山别院还活着的回句话呀！你们有没有人感觉身体跟以前不一样呢？比如变得力大无穷，或者是能听到别人的心声，或者是不怕冷不怕热。如果有，跟我说说情况，信息有用，奖励1箱火腿肠。西山别院小区看到这条信息，群里立马就炸锅了。楚总，我也有。我那天做梦的时候，我梦到我太奶奶在向我招手了。楼上胡扯，我才是真的。我3天没吃东西，我看什么东西都像吃的。楚少，我感觉我有特异功能，我都听到耳边每天都有人在跟我说话。都别瞎说，我是瑜伽老师，身轻体柔，我现在做梦都是各种歪歪，不信你过来看看啊！我呸啊！我看你就是蟾蜍总的火腿肠了，你怕是蟾蜍幻觉了吧？我一脸无语的看着群，你们这不是异能觉醒，是饿得头晕眼花了吧？就在这时，我收到一个陌生人添加微信，我赶紧通过。楚凡，无名胜天，乃是道教正一派第108代传人。现在我有难，急需你的帮助，给我送1箱火腿肠，我必拼尽全部法力，帮你破杀逆天改命，保你一世平安。这特么的骗术也太低级了吧！当我是傻子呢？我赶紧给他回了一条信息：圣天，我是秦始皇，我刚从秦始皇陵爬出来，现在正有难处，急需你的精血救命。现在你快把你的全部精血送给我，我用此为引，召唤100万秦军，等我统一地球，我封你为天下兵马大元帅。吹牛谁不会？你吹我也吹。这他们是不信我啊！以前有个姓王的地产大亨，为了给他孙子寻一处风水宝地盖一栋别墅，给我8个小目标的报酬，我怕法力消耗太大拒绝了。现在我要给你逆天改命，你连1箱火腿肠都不给我。楚凡，你丫的，你以为我在跟你开玩笑呢吗？我真的算到了，1年后天降大劫，你和你的10位老婆都将死得无比凄惨。你要是不信我，你就准备等死的。我信行了吧？没事的话我就拉黑了呀。楚凡，我是真的半仙，我真不是骗子。你杀孽太重，这么下去，你真的会遭受天谴的。1年后的大劫，按照你现在这种作死方式，你扛不住的。而我和大舅子乔峰吃着火锅，喝着洋酒，我随手掏出一个一次性手套扔给了乔峰。乔峰愣了一下，然后拿起那个小包包，看到上面的字，不敢相信的咽了一口口水。我把乔乔都送给你了，你怎么连我这个大舅子都不封？这末世人的口味都这么重了吗？那个妹夫，你这样让我很为难啊！而且这要是乔乔知道了，这样不是太好吧？我看了一眼乔峰手上的油渍，皱了皱眉头，还是带上吧，带上卫生点。乔乔知道了又咋的？一会儿你弄到地上了，可不好收拾。啊，我就不用带了吧？这样真的好吗？乔峰祈求地看向楚凡，虽说他知道有钱人玩的都很花，可是这是放在自己身上，那还是难以接受。你爱带不带吧，到时候你弄了一地，自己去跟乔乔解释。说着，我打开包装，拿出一双一次性手套，戴在了自己手上。我晕，搞了半天是个一次性手套啊！这他妈是哪个天才设计师设计出来的？能不能不要让人这么容易误会啊？吃饱了吗，哥？我的手艺好多了吧？吃饱了，哥看你嫁给楚凡没有受委屈，哥心里特别开心。现在工地很危险吧？要不然你去无忧那住，那里很安全，而且应该不会有什么事。我还是今晚回工地吧，那都是我过了命的兄弟。大舅子，这些物资都送你了，联系几个信得过的人，晚上过来拉走。我知道乔峰这人重情重义，我也必须开始做准备了。乔峰现在那200多人，如果1年后全都活下来，少说也得有10个中心的异能觉醒者。黄海市乱不乱？我楚凡说了算。乔峰兴奋的都快跳起来了。昨天还不知道今后怎么才能在末世活得更久，甚至不知道以后到底能吃什么。可是现在有这一个连的装备，乔峰瞬间感觉自己又行了。谢谢你，妹夫，大恩不言谢。多余的话，我乔峰也就不说了。只要我乔峰活着一天，谁都别想碰你和乔乔一根汗毛。大舅子，一家人别客气，你记住了，不是真正信得过的人，不要把这些交给他们。最亲的人枪里射出来的花生米，往往是最难防的。听到楚凡说的话，乔峰点了点头。他知道末世最难防的就是人心，如今没有官方管理，各方势力群雄逐鹿，可以说要多乱就有多乱。除了黄海市5大势力，下面还有大大小小10几个势力。现在一个火腿肠就是一条人命，混乱程度可想而知。而另一边，郑舒雅看着眼前关心和新长出来的4肢，震惊的张大了嘴巴。如果我也有这种能力，我在末世是不是可以活得更久了？这种快速愈合的能力到底是什么？如果我有了这种不怕受伤、不怕感染，还能快速恢复的能力，是不是我也有可能让楚凡高看我一眼？是不是楚凡就有可能让我进他的安全屋？就在这时，郑舒雅的手机收到一个信息，拿起手机看了一眼，竟然是一个陌生人添加好友。郑舒雅，你好，我叫王晴，你是在给楚凡做任务吗？有什么事？为什么加我？酒洞里，王晴正吃着泡面，看到郑舒雅回自己消息，王晴把泡面放到一边，然后开心地对郑舒雅说道：郑舒雅，我虽然不知道你在楚凡那赚了多少物资，但是你不用担心，我有20箱泡面，可以坚持很久。我听说你好像有枪，咱俩合作好吗？咱们2个人灭了这群楼长，也是帮楚凡解决了一个麻烦，这样也许咱俩就可以进楚凡的安全屋了，你说好不好？
郑舒雅看着王晴的话陷入了沉思。这个王晴郑舒雅听说过，是方沁的闺蜜，她并不是一个值得信任的人。但是想了想，物资总有吃完的一天，一个人在末世想要活下去，真的太难了。两个人没有物资冲突，而且合作对双方都有利，这个合作应该可以谈。你还有什么计划？跟我说说。如果对双方都有利，我可以跟你合作。王晴看到这条信息，瞬间开心了很多，然后就把自己的计划告诉给了郑舒雅。郑舒雅，现在黄海市已经彻底乱套了。最近官方每天供电供水的时间越来越短，我觉得要不了多久，很有可能会彻底断水断电。我作为9栋楼长，得到一个情报，戴吕毛他们这群人好像正在联系黄海市的一个叫黑龙帮的势力，过几天要和各位楼长一起见面开个会，里应外合对楚凡下手。到时候我们以楼长的身份参加，然后弄死他们，帮楚凡扫除威胁，绝对是大功一件。而郑舒雅看了一眼消息，她觉得这件事可行，于是答应一起完成楚凡的任务，奖励均分，相互之间还有个照应。好，那你收拾收拾东西，趁着上午不是太热过来和我一起住吧。王晴快速吃光泡面，拿着遮阳伞和防晒霜，带着一把刀，就从9栋出去到6栋找郑舒雅。而另一边，乔峰带着我给他的物资回到工地后，把最信任的几个人叫到一起，成立了一个忠义帮。今天我乔峰给你们立下3条规矩，你们能接受的留下，不能接受的现在立马走人。第1条，忠义帮男女平等，自由恋爱，谁有能力谁当老大。第2条，所有人按贡献配枪，我不管你们以前是干什么的，从今以后按劳分配，功劳越大奖励越多。第3条，永远要记住，楚凡的话就是忠义帮的圣旨，楚凡就是我们的老大。就这样，我拥有了自己的第一支队伍，黄海争锋正式开始。